人们有哪些权利？权利又从何而来？谁为其他人做决定？是基于何种授权？我们要如何打造社会以满足人们的需求？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期，这些问题对整个国家提出了挑战。18世纪后期，欧洲历经了重大的知识及文化转变，称为启蒙运动。哲学家及艺术家提升了理性及人之自由，使其超越传统及信仰。中产阶级和印刷术的兴起激发了政治觉醒，而美国独立战争也将这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转变为独立的共和国。而法国作为欧洲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，却仍实行旧制度。该制度由僵化的3个社会等级组成，叫做等级制度。国王路易16利用君权神授稳固统治权，并赋予第1和第2等级分别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及贵族特权。第3等级中产阶级、工匠以及超过2000万的农民，他们拥有非常少的权利，而且他们是唯一需要缴税的等级，不只纳税给国王，还要纳税给其他等级。收成不好的时候，纳税让农民所剩无几，而国王和贵族却利用这些榨取来的财富极尽奢侈。法国由于支持美国独立而负债累累，加上与英国的长期战争，因而需要进行变革。国王任命雅克内克尔为财务大臣，他大力改革税务，并通过公布政府的财政赢得大众的支持。然而，国王的顾问却强烈地反对这些措施。迫于无奈，国王召开了175年来由3个等级代表参加的首次3级会议。虽然第3等级代表了多达98%的法国人口，但他们和其他等级拥有的票数是一样的。毫不意外，2个上层阶级都倾向保留他们的特权。意识到无法获得平等代表权利的第3等级退出会议，并宣布成立国民议会，誓言无论其他等级是否参与，都将起草新的宪法。路易国王命令第1和第2等级与国民议会会面，但也解雇了受人爱戴的财务大臣内克尔。因此，几千名愤怒的巴黎人民与不满的士兵一起席卷了巴士底狱，那是皇室权力的象征，也是很大的军火库。大革命于是开始了。随着革命蔓延至全国，封建制度被废除了。国民议会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的理念，在当时相当前卫。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人性之根本，而政府的存在正是去保护他们。贵族特权没了，许多贵族逃到国外，祈求国外的统治者入侵法国并重建秩序。路易王作为君主立宪制的元首，开始为他的未来害怕。1791年，他试图逃亡，但最后被抓获。逃跑的行为使人民对国王的信任瓦解，皇室人员因而被逮捕，国王则被判有叛国罪。审判结束后，曾受敬重的国王被当众斩首，象征着长达1000年的王权统治的结束。9月21日，法国第1个共和政体宣告建立，以自由、平等、博爱为口号。9个月后，玛丽王后也被处死，她因奢侈无度而被讥讽为赤字夫人。但大革命并没有就此结束。一些领导者不满于仅仅改换政府，他们寻求彻底改变法国的社会，宗教信仰、街道名称，甚至是立法。当众多旗舰形成，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极端分子雅各宾派开始了恐怖统治，连最轻微的异议都要镇压。雅各宾派垮台前处决了超过2万人。同时，邻国君主为了遏制大革命的扩散而与法国交战。在一片混乱中，一位名叫拿破仑·波拿巴的将军掌权，他声称要捍卫革命的民主价值观，并当上了皇帝。总之，大革命在10年内见证了3部宪法和5届政府。
之后的几十年里，君主统治和人民起义轮番出现，直到1871年下一个共和国建立。当我们赞颂法国大革命的理念时，我们仍在为2个多世纪前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而挣扎。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，你可以挑战自以为了解的知识，也可以详细了解你不知道的知识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。